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能有点沉重，但却非常重要的主题——创伤。不过，我们试着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它，不把它当成是过去的某个故事，而是去理解它究竟是怎么变成一个深深刻在我们身体里的印记。我们开始吧。你是不是也觉得创伤嘛，不就是那些发生在过去的坏事吗？好像都过去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的身体从来没有真的忘记过，如果那场内心的战争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结束呢？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起点。对，这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观念转变。创伤啊，它不是什么过去的鬼故事，它是一个现在式，它就活在我们的身体里，此时此刻影响着我们的神经系统、我们的呼吸，甚至是我们肌肉的反应，它正在发生。好，为了更好理解这个概念，我们来做个想象，把我们的内心世界想象成一座古老的废墟。那在这座废墟里啊，有一套超级古老的防御系统，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。但问题来了，有时候它会变得反应过度，甚至有点失控。所以你看，这句话就点出了一个很温柔的视角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那些我们觉得很失控的反应，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原始的本能，它是在保护你。它不是我们的敌人，它只是一个太尽责、太紧张的保全人员而已。OK， 那既然它是一个保全系统，疗愈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听懂它的警报声。当我们能读懂身体给的讯号，我们就等于拿回了主控权的第一把钥匙。第一个也是最经典的警报就是这个无语的恐惧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，就是突然之间脑袋一片空白，明明想说话却一个字都挤不出来？这真的不是你反应慢哦，这是因为你的大脑生存系统为了让你活下去，直接把负责讲话、思考的那个部门暂时关掉了。好，那当语言这个理性的大脑下线之后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接受，而且会变得非常直接。它会立刻切换到两种最原始的模式之一，来处理它感觉到的威胁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，很清楚地分成左右两边。左边呢是过度反应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战斗或逃跑，整个人会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心跳加速，肌肉超紧绷。那右边呢是更深层的一种反应，叫做关机，也就是冻结。这时候是大脑觉得，打不赢也跑不掉，那干脆关机好了。所以身体会感觉麻木，好像在看一场跟自己无关的电影。好，了解了这些身体的自动反应之后，最重要的部分来了。我们要怎么从这种被动的状态里挣脱出来，重新拿回身体的控制权？这就是疗愈真正的转捩点。特别是当你卡在那个麻木、无力、动弹不得的冻结状态时，真的会觉得完蛋了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就藏在"动"这个字里面。这里有3个你可以马上就试试看的方法。第一，采取行动，真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行，站起来走到另一个房间，这些动作都在跟你的大脑说：嘿，我还在，我还能控制。第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试着跟一个你信任的人对看一下，让他看到你，这会启动我们体内天然的镇定剂。那如果前面2个都太难了，没关系，专注在第3个，做一个又深又长的吐气。想象一下，这就像是帮你过热的引擎踩下刹车，很有效的。OK， 当我们学会怎么在暴风雨中稳住自己之后，就要开始进行长期的工作了。这个过程就像是回到我们内心那座古老的废墟，开始动手，在里面种下一座新的花园。所以长期疗愈的最终目标其实非常清楚，重点不是要你忘记过去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而是要帮助你的大脑把那些破碎的、混乱的创伤记忆重新整理好，变成一个有头有尾的过去的故事，然后把它好好的存档。这样你的大脑才能学会分辨，那是以前的危险，但现在我是安全的。那要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一些已经被证明很有效的方法，比方说瑜伽和正念，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很安全的方式，重新跟自己的身体做朋友。还有一个叫 EMDR 的方法，听起来很专业，但简单来说，它就是透过引导你的眼球运动，来帮助大脑消化掉那些卡住的记忆。
另外，像是一起唱歌、跳舞这种团体活动，也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，帮我们修复跟人的连结感。所以你看，这整个疗愈的旅程，其实就是一个转变，从那种无助的、被冻结的状态，走向一个可以行动、可以掌控，而且可以跟别人产生真实连结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这张总结表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存起来，它就像一个小小的急救卡。下次当你又感觉到说不出话、很焦虑，或是整个人麻麻的时候，可以拿出来看一下，它会提醒你，哦，原来我现在是这个状态，然后我可以试着做这件小事。最后，我想用这句话来做个总结。我觉得他把疗愈的精髓说得太美了。我们真的不需要把那座废墟夷为平地，我们要做的是让光线照进来，然后在旁边种下属于我们自己的花园，让新的生命跟旧的历史一起共存，一起成长。那么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。在你了解了这一切之后，当你回头看自己内心那片土地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在你的花园里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呢？这个答案永远都在我们自己手上。